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相信有不少观众朋友们平时都有爱吃甜食的习惯，什么奶茶啊、巧克力啊、蛋糕啊、饮料啊，都是日常必不可少的。然而，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很多人开始逐渐减少糖分的摄入，转而投向各种代糖的怀抱。那么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代糖，看看这个最近很火的产品背后到底有什么小秘密。首先呢，近年来各个国家的健康部门和医疗机构似乎都开始意识到，糖是导致肥胖和各种代谢疾病的罪魁祸首。比如说最近情况日渐严重的糖尿病、内分泌失调等。于是2015年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推荐的糖摄入量的卡路里占比由以前的 10% 下降到 5%。 对于正常体重的成人，这个量大约是每日25克。2016年，我国也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推出了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其实早在这之前呢，很多关注身体健康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糖的问题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家长会常常告诫我少吃甜食，保护牙齿之类的。于是呢，很多食品生产商为了应对消费者们对于糖日渐增长的恐惧心理，开始积极研究解决方案，而其中一个就是使用代糖来取代传统的糖。很快，市面上便涌现出了大量的所谓的无糖产品，标榜自己是健康食品，零卡路里。从口香糖、棒棒糖到饮料、咖啡，通通都有了无糖版本。后来代糖甚至还直接走进了普通人的家中，很多人在喝咖啡时都会使用代糖。那么代糖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代糖可以在保持甜味的同时做到零卡路里呢？代糖其实也分很多类型，有人工合成的，也有天然存在的。它们的甜度有些是普通白砂糖的几百倍，有些甜度呢其实比白砂糖还要低一些。咱们这里说到的甜度通常是以蔗糖作为基准物，以 10% 或者 15% 的蔗糖水溶液的甜度为 1.0。 而人之所以能够感受到甜度，是因为糖在进入了人的口腔中时刺激了味蕾，之后呢，味蕾就将信号传给了人体的神经系统，人就能感受到刚刚吃进嘴里的食物是甜的了。而代糖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代糖之所以也会让人感觉到甜，是因为它能和我们舌头味蕾的甜味受体结合，把一个假的信号传送给大脑，欺骗大脑误以为自己吃到的是糖，从而产生甜的味觉。对于那些人工合成的代糖，人体其实根本无法消化吸收，很快就会排出体外了。因此确实正如它宣传的那样，是零卡路里。而某些天然存在的代糖是会被人体吸收的，并没办法做到真正的零卡路里。然而由于它们的甜度普遍比蔗糖要高得多，因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可以大大的减少用量，这样呢，即使被人体吸收了，也能达到非常低卡路里的效果。此外呢，代糖与普通白砂糖的代谢途径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引起血糖上升，因此使用代糖来代替或者减少白砂糖的用量，对于降低肥胖、龋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咱们再来细分一下代糖的种类，其实一共是分为3大类的：天然甜味剂、糖醇和人造甜味剂。咱们呢一个一个来说一说。首先是天然甜味剂，这类代糖呢，在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里面一般都是用一些真实的植物或者水果的名字来表示的，比如说罗汉果糖、甜菊糖等等。如果一定要使用代糖，那么天然甜味剂通常是最健康的选择。它们是来自于天然的植物或者果物，安全性相比于人造甜味剂还是要好上不少。目前我国主流的天然甜味剂有非洲竹鱼甜素、甜菊糖、甘草精、罗汉果甜苷等，其中
甜菊糖在近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是白砂糖的200到300倍，然而热量却几乎为零。因此，国内很火的一家奶茶店喜茶，很快就推出了加1块钱换甜菊糖的服务。可口可乐也率先在新西兰上市了甜菊糖配方的可乐。那么其次就是糖醇了，糖醇也是这几年的网红代糖，十分受年轻人的欢迎。通常情况下呢，糖醇类的代糖都会在食品配料表上标明糖醇这2个字，比如说木糖醇。顾名思义呢，糖醇的化学结构是由糖类和醇类合并而成的。有些糖醇是天然的，而有些则是从糖类加工而成的。糖醇相比于普通的糖，其内部结构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使得它热量更低，但甜度却没有明显衰减。此外呢，糖醇还有一些特别的功效，比如说它可以预防龋齿，还对肠道微生物群有改善作用。因此呢，糖醇类代糖近2年是尤其的火爆，赤藓糖醇更是成为了网红代糖，备受广大消费者的关注。与其他糖醇不一样的是，赤藓糖醇是属于那种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的类型，不会被身体吸收，所以热量真的就是零。去年在很多综艺节目上都出过镜的元气水，采用的代糖正是赤藓糖醇。各种广告中也都在宣传它零糖零卡的概念，而且味道还不错，圈粉无数。得益于元气水的成功呢，生产它的公司元气森林成立3年便估值达到了40亿。除了赤藓糖醇呢，目前人类食物中常见的糖醇还有葡萄糖醇、木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等。最后呢，就是人造甜味剂了。人造甜味剂是通过人工合成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具有甜味的化学物质。和前面2种相对自然一些的代糖相比呢，人造甜味剂的甜度往往是非常非常的高，通常是蔗糖的几千甚至几万倍，没有热量，也不具有任何的营养价值。目前被人们使用最多的人造甜味剂主要是阿斯巴甜、安赛蜜、糖精、3氯蔗糖等，其中糖精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人造甜味剂。咱们小时候街边卖爆米花的通常都会在其中加入糖精，以增加甜味的同时节省成本。所以小时候家人们也常常会警告我们说，糖精对身体不好，尽量不要吃。而另外的阿斯巴甜、安赛蜜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最终被专家们认定对身体无害，而后被推广使用的。市面上最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无糖可乐了。喝了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其中的人造甜味剂而身体受损的。其实呢，全世界有很多反对人工甜味剂的科学家们，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不停地给他们找毛病。然而至今依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阿斯巴甜、安赛蜜有害健康。那么说了这么多代糖的类别和好处，你是不是开始觉得代糖简直是拯救爱吃甜食的人的一款神器了呢？其实恰恰相反，在摄入含有代糖的食品和饮品时，还是要格外的小心和克制的，因为代糖也并不是像它宣传的那样光鲜亮丽、毫无缺陷的。首先，代糖可能让你吃的比之前更多，这主要是因为代糖会让人产生那种吃了代糖就可以多吃点其他东西的这种心理，导致进食更多的东西，摄入更多的卡路里，更容易发胖。其次呢，糖本身就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在代糖出现之前，很多人会刻意的去戒糖戒甜食。然而自从有了代糖呢，很多人便停止了戒糖，开始长期使用高甜味的代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会让人再次对甜味产生高依赖性，在没有代糖的时候，不得已还是要吃进更多的糖。此外，糖也是人体获得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传统的糖呢，包含有很高的卡路里，能在人体急需的时候提供快速且大量的能量。然而如果使用了代糖，就会给疲劳的身体一个混乱的信号，让身体感到很困惑，
我明明吃了这么甜的东西，为什么没有获得该有的能量呢？因此，有科学家认为，长期受到这种混乱的信号干扰，可能会打乱食欲和味觉的调节。因此，即使有了多种多样的代糖存在，有身体疾病或者戒糖减肥需求的人，还是一定要小心谨慎地看待代糖。如果必须要使用代糖，还是建议选择天然甜味剂或者糖醇类这类相对更健康安全的代糖。在购买食物饮品时，也一定别忘了看配料表，确认代糖的类型和添加剂量。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留言和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